刚刚呢，这个房东的媳妇儿呢也给我打电话说，这个房子呢给我涨价，这回涨到800了。理由是这样子的啊，就是他在我之后租出去的那个房子，就包括1楼的，包括这个我那层楼的其他房间哈，租给别人都租700块钱了。如果说我要是搬出去的话，他租给别人还能租700块钱，因为老早以前租我不是600块钱嘛。说把我外面安点这个衣服的架子晾衣服的，给我涨到800块钱。不过态度还是挺好的啊。其实这种房子面积这么小，装个衣服架子，你给我涨到800，其实我心里还是不愿意的，因为它不值。但是村里面的人他不像我们做生意还有做其他的有合同有这个契约精神的，他不在乎。虽然签了合同，也签了1年的合同啊，注明了600块钱每个月，其他没有什么条条框框的啊。如果按照合同来说的话，他一点理都没有。但是呢，说真的，我们不可能说为了一个合同，为了涨这100-200块钱，我就跟他较这个劲，就说我这房子我就不给你，这合同签好就600，也不至于。如果弄得很僵的话，大家伙都不开心的话，在这住着也不开心。不能因为那100-200块钱弄个不好的心情。如果就按合同来说的话那他是一点理由都没有的。但我们再想一想，就为了100-200块钱，弄得大伙都挺不开心住在这儿他也挺别扭的，就没有意义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房子你即便给我装个衣服架子，外面晾衣服架子几十块钱那种在网上能买得到的，这房子不值这个价格。村里面人呢比较现实，就是认钱，多100块钱也是钱。可能他们就是这么想的吧，没有什么契约精神的，也不会说按照合同办事儿。他就觉得，哎呀，我在你之后我租给别人，我就租了700，租给你600，我有点不划算。他可能心里会这样的想法。但是呢，他就没想到当初签合同的时候，你要按照合同办事儿，对不对？怎么说呢？他是不会看合同的，他说变就变。就是100块钱对他们来说也很重要。但是呢，不是钱的问题就这种房子，你让我直接付800块钱1个月，我还真不愿意。房间太小了，条件也没那么好。当然了，现在咱是从有甲醛那个味道给住到现在甲醛味道都淡了他租给别人可能也好租一些了。所以说呢，大伙说说这800块钱1个月就这房间让我租划算吗？我天天住在这儿的话还行。我说了，租个地方就是相当于租个仓库，你太贵了，而且这种条件的话，我觉得不值当。你们觉得值不值？我觉得不值。在外面什么事儿能碰到，这也很正常的。还是那句话，不是自己的东西随时都有可能有变故。也不能因为这点小事儿，真的是100块钱、200块钱的闹个不开心，不值当，会影响自己的心情。但是呢，自己也不是傻子不可能任人宰割的，所以可能跟这个房子缘分就差不多快到了。给大伙看看这合同合同上写的每月租金600块钱。当然了，他没有任何条条框框的约束到我，从4月1号才开始租的，这现在才几月？4月、5月、5月末，这不到2个月时间，没事就给涨价，没事就涨价呀。刚刚看了合同才发现，原来我是4月1号才开始租的，这还不到2个月时间呢。这房东这都跟我说过多少次要涨价了，也不按合同办事儿。以前有网友说，是不是你买冰箱了那个他要给你涨价。意思就是说我买冰箱了，我用电用量高了，所以他给我涨价。网友们不太了解这个电费是我额外付的，不包含在房租里面。我每个月付600块钱的房租，而且呢要额外的付电费这电费呢，市区是4毛9一度电，但是这个房东算我1块钱一度电，他在电费和水费上面也是赚我钱的。而且呢，这个村子里面呢，这个行情我都打听过了这个村子里面的行情，就像我这种一个单间的房间，价格就是有400的，有500的和600就封顶了，没有超过600块钱一间的，除非是说2室一厅的、3室一厅的，那就不能跟我的相提并论的人家那个价格高一点是应该正常的。
单子这种单间的房间来说哈，那就是600块钱一个月封顶了。条件不好的有400块钱，条件一般般的蹲坑马桶的什么的是500块钱。就这行情，你要给我涨800，不值这个价。再说了，这么短短的时间就不按合同办事儿，而且不是1次2次了。我觉得这是原则上的问题，而且这个做人做事不诚信，这一点挺讨厌的。而且刚开始我租房子的时候拍视频了啊，你要说做饭的时候，你要说做饭不同意，没有那说法，因为刚开始咱们租房子的时候，那时候跟老阿姨说了，说你这可不可以做饭了？阿姨说，能做饭，但是我们这儿没有厨具，你得自己买。然后我说那好，我说能做饭就行哈，那所以说呢，不存在任何问题。那要按合同办事儿的话，合同上对我来说也没有任何约束。我又是一个爱干净的人，我每天哈把我自己这个小地方，地板都擦几遍，墙壁也擦几遍，包括现在为止哈，你看我现在这墙壁就跟新装修的是一样的锃亮。你别管它瓷砖质量好不好，但是我给它擦的特别亮。因为这个房间很小很局促，在这么小的地方哈，如果你要不保持好一点的卫生，不把环境保持好，我自己都待不下去，一会儿待不下去。我又是个爱干净的人，我怎么能让我自己住的地方脏呢？所以啊，真的，你都没有理由说你就给我涨钱，但是人家就她老公说完之后给我涨价没涨成，你看我没同意呗，对吧？我不同意，他也不能强迫我呀。除非他把我赶出去，对吧？然后没涨成之后呢，又让他老婆跟我说，各种各样的方式形式，软的硬的就跟我说。其实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一个原则上的问题。我不是软柿子，让你们随便想捏就捏的，对不对？因为这点事儿哈，没事儿老是给我涨价，要涨价了。我短短住了不到2个月时间，都已经多少次了。老公说完，老婆说完之后，我估计快让老阿姨过来跟我说了，快了，我这么想的，因为都没弄成功的话，就得想方设法的得把我赶出去，我是这么想的。对他们来说，这个房子应该是现在往外租还是好租的，就把我赶出去，租一个别的那个租客，租个700块钱，那意思可能是还能租得出去。应该是对自己比较有信心吧，所以腰杆比较硬，敢这么对待我。但是你说，如果说我们就被他们这么拿捏着，说涨就涨，然后说咋地就咋地，几天一个变，没有诚信的人哈，他做任何事情讲任何话都是没有诚信的。即便你给他付了800块钱，过2天可能又有别的事儿了，又找你麻烦。你说租个房子那个没事儿就影响你心情，其实这个事儿还是挺烦的啊。就没事儿，你看你在这正常生活呢，而且我还经常不着家，看你回来没事儿就过来给你涨价，加钱，你就各种各样的那个鸡毛蒜皮，你说烦不烦？我觉得人善不善良、朴不朴实、有没有诚信呢？不分民族，不分农村城市，这就是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啊。前2天有一对情侣过来看房，就是随便看看嘛，问问什么价。当时我听那老大爷就给人要价，要的就不是我这价，要的略高一些。并不像其他村子里面那么朴实的大爷。我当时我没起床呢，我在房间里面能听到外面的声音，我才发现，并不是所有的大爷和大娘都是特别的淳朴。出门在外尽量多走多看，多了解，然后自己心里有底儿，不要相信任何一个人。也是因为在外面吃过，也不能说小亏吧，就是我自己遇到了这些事儿之后呢，才发现这个世界并不像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淳朴，那么善良，那么直率，更多的是，真的就是为了100-200块钱，就这样子，哎，正常能理解，这个世间什么人都有，但是总能遇到坦诚和直率的朋友们，对吧？行了，我得做饭了，晚上吃火锅。
我还有羊肉，还有牛肉呢，切肉。